老公的情婦故意在我家附近開了一家餐廳，惡心我。我帶着廠裡的師傅和保潔阿姨們包場團建，叮嚀本次消費35萬元。後來他的餐廳遭人舉報，消費者紛紛喊話3倍賠償。我拿着35萬的消費記錄走到他面前，35萬乘3倍，105萬，現結還是分期？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家附近新開了一家餐廳，流光森林，聽說還有情侶套餐。今天是我跟梁文周的結婚紀念日，我提前訂了位子，一個女人駐足在外面桌前，為我們各自斟了一杯紅酒。我對上那雙媚氣橫生的雙眼，驚呼：徐希文，怎麼是你？徐希文是我和梁文周的大學同學，家庭條件貧困，2年前不辭而別，離開雲城。如今搖身一變，居然變成這麼一家高檔西餐廳的老闆娘，我不禁感到疑惑。徐希文像是看穿了我的不解，不疾不徐地解釋道：遇到貴人了，他給我一筆創業資金，才開了這家餐廳。我抿了一口紅酒，點點頭。這家餐廳要是做得成功，那可得好好謝謝人家。徐希文捂着嘴低着頭，還能怎麼謝啊？難不成以身相許呀？我被他逗笑，感嘆着他還和以前上學一樣，淨開些不着邊的玩笑。不經意卻發現對面的梁文周聽完他這一番話，顫抖了一下，刀叉磕在盤沿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我明顯感覺到這頓飯梁文周吃得非常不自然。我和梁文周都喝了酒，我有些醉了，走起路來腳飄飄然。梁文周扶着我，徐希文跟在我們身邊，一起去到停車場。我的腿越來越使不上勁，趔趄了一下。梁文周半弓着身子扶我，徐希文也作勢要來扶我。雖然我腦子裡一直在晃，可是我清楚地看到徐希文的手指劃了一下梁文周結實的手臂，他用腳上高跟鞋的鞋尖蹭了蹭梁文周的腳踝。作為一個女人，我怎麼會看不出來，他這是在對梁文周調情。司機王叔很快就來了，看見這一幕，我的腦子裡完全炸開，酒也醒了8分。梁文周把我抱上後座後，也想上來，被我伸手阻擋了。我抗拒他，不想與他待在親密的空間裡。我腦袋脹疼，一向安靜內斂的梁文周怎麼會做對不起我的事？我們大學畢業後，梁文周入職我家公司，因為本來就認識，一來二去，我們在一起了。他雖然家裡條件不太好，但是他對我總是一心一意的。我爸曾經在婚前對他放話，想娶我的女兒，不能要惦記我家的財產。我早就給姚家立了聲明，只要他出事故，所有財產和公司我都會捐出去。梁文周不卑不亢，一字一句地跟我爸說：叔叔，我娶姚家不是貪圖您家裡的財產，如果您對我不放心的話，我也可以跟姚家簽婚前保證書。無論我爸怎麼刁難他，他從沒在我面前顯露過委屈，他一直是隱忍又克制，怎麼會背叛我呢？我還是打開手機，給秘書張代發了一條短信，查一下梁文周2年前挪走公司200萬的流向。2年前，公司財務對賬時發現公司賬戶莫名少了200萬，結果追查到挪走錢款的人居然是梁文周。面對200萬的虧空，我不覺得是多大的虧空，可是梁文周幹的是挪用公款的事。他撲通跪在我的腳邊：佳佳，對不起，我不應該拿公司的錢去炒股，不小心都賠光了。我生氣又不解地問：你為什麼不找我要，非要去挪用公司的錢？他耷拉着頭，軟弱無力地說：我不想拿你的錢，
公司裡的人，還有你爸，都覺得我是吃軟飯的。我是依靠你才有這一切，才有成功的可能。一股心疼的情緒湧上我的心頭。我們的家庭差距太過懸殊，梁文洲一直忍受着異樣的眼光。他拿錢去炒股，無非是想跟我們證明，他也有能力讓我過上好生活。我幫他把這件事壓了下來，補上了虧空。他是為了我才犯的錯誤，我願意原諒。可是如今虧空的200萬，不辭而別的徐希文，神情尷尬的梁文洲，讓我覺得其中的關係千絲萬縷。幾天後，調查結果顯示，200萬匯入了徐希文的賬戶。與此同時，我收到了一份匿名的快遞，裡面是2年前梁文洲和徐希文偷情的照片。我想起來，2年前父親剛確診病情的時候，親自把梁文洲叫到跟前，鄭重其事地跟他說：“我就這麼一個女兒交給你，要是被我查出來你有一丁點對不起她的地方，我們秦家的財產你一分都別想要，你也別想我會放過你。”原來是梁文洲早就出軌了徐希文，是父親的話讓他心生畏懼，給了徐希文200萬，要他離開雲城。徐希文也太囂張了，現在回到雲城，還特意將餐廳開在我家附近，難道不是對我一種赤裸裸的挑釁嗎？我正窩在沙發上，思索着如何應對。梁文洲站在玄關處脫鞋，朝着我喊一句：“老婆，我回來了。”我強忍住火氣，上前接過他的公文包，一絲香氣侵入我的鼻尖。我很快反應過來，是徐希文那日身上噴的香水味。你們這麼快又開始偷情了嗎？周六我又帶梁文洲去了一次流光森林，徐希文熱情地招待了我們。一個男人進店裡，給他送了一束玫瑰。徐希文嬌軟的聲音響起：“楊浩，謝謝你，我現在有事，你先把花放進辦公室吧。”我輕笑一下：“男朋友嗎？”徐希文看了梁文洲一秒，又立馬看向我說：“算是吧。哎，不如你，嫁了文洲那麼好的老公，斯文體貼，能力又強，你真得小心。像他這麼優秀的男人，很容易被別的女人勾引走的。”尾音上揚，像是怕我不知道他在暗示什麼。梁文洲借口說要上廁所，我嗤笑一聲：“男人嘛，一件衣服而已，合身就穿，不合適就丟掉。既然有人想要一塊我不要的破布，拿去便是，留在家裡擦飯桌我都看不上。”徐希文笑得不太好看，換了個話題繼續說：“嘗嘗這牛排。我這兒可是現在雲城數一數二的高檔西餐廳，剛開業，生意就好到不行，多少人讓我幫他們留位置都沒有。”我環視一下安靜稀疏的顧客，忍不住回他：“作為昔日的好朋友，我應該好好支持一下你的生意才是。”我打電話給張代：“張代，問一下廠裡的師傅們今天晚餐吃過沒有？沒有的話，讓他們下班都來流光森林這裡。還有，公司裡的保潔阿姨們也挺辛苦的，就說公司發福利，讓他們也來吧。我朋友的店，我當然得好好關顧一下。聽說請吃飯，廠裡的師傅們和保潔阿姨很快就來了，大概有60-70個人，滿屋子的人烏泱泱的，餐廳裡的位置根本不夠。我又打電話給張代，馬上買幾張方桌來流光森林。張代很快就來了，把桌子打開，安置在餐廳門口。我讓沒位置的師傅們都出來外面坐。我拍拍手示意大家說：“大家放開肚子吃，一份牛排不夠就再多加，吃多少都行，吃不飽不要離開。”師傅們本來就忙活一天，連換身乾淨的衣服都來不及，馬上就狼吞虎咽開始乾飯，刀叉什麼的根本顧不上，
跑去後廚要了幾雙筷子，夾起牛排就往嘴裡塞。我笑着讓師傅慢點吃，別着急，不夠可以再點。我催促着後廚上菜，一張方桌上密密麻麻放了10幾盤牛排，就再放不下。師傅們忍不住嘟囔：一塊牛排這麼小，還不夠塞牙縫的，倒是把桌子都占滿了。徐希文嫌惡地瞪了師傅一眼：我們這是高級餐廳，哪有像你們這樣吃飯的？高級餐廳怎麼了？不也是幫顧客填飽肚子的嗎？我幫他們把牛排都夾到一個盤子裡，並且喊話後廚，一個盤子要把牛排都裝滿再端上來。阿姨們雖然食量不大，但這會兒他們湧入後廚，管服務員們要打包盒，免費的東西他們要打包一堆回家給家人吃。滿身污漬的他們跟餐廳浪漫的氛圍感簡直格格不入。師傅們的催餐的聲音此起彼伏，阿姨們搶奪打包盒的畫面也有點熱鬧，熱鬧的好像農村裡在吃流水席，浪漫的氛圍瞬間破滅。我看見幾個女生狠狠剜了她們男朋友一眼，拿起包轉身離開，男生們罵罵咧咧地在後面追。這種場景簡直不要太好笑。當然，最好笑的是徐希文的臉色，他腫着臉把牛排摔到師傅們的桌上，扯嗓子吼：阿姨們，不要搶了好不好？你這丫頭怎麼回事？我們哪裡搶了？秦總會給我們付錢，又不是不給你錢。真是的。徐希文搶過服務員手裡的餐盤，狠掐了一把他的手，面目猙獰地說：現在都亂成一鍋粥了，你還不快去維持一下秩序？雞飛狗跳吃到半夜，才把師傅們的肚子填飽。我刷卡結賬，叮，成功支付35萬。我笑着問師傅們：大家吃的怎麼樣？師傅一邊用牙籤剔牙，一邊說：味道還行，分量不咋樣，坑人玩意兒。我沒回話，接下了徐希文搶笑着遞過來的卡。我心裡對他翻了個大大的白眼。我給你送來這麼大一單，不感謝我一聲就算了，強顏歡笑算怎麼回事？我們剛消費完，徐希文餐廳的避雷貼就傳滿某平台，千萬不要去流光森林。那天晚上我帶我女朋友去，本來是給她一個驚喜的，結果現場臭烘烘的，非常混亂，都看不到服務員的。老闆娘一直罵罵咧咧地看着，態度也不好，出餐速度非常慢。我旁邊的大叔們都餓得不行，又貴又一般。與此同時，我收到了私家偵探拍給我梁文洲帶徐希文去酒店開房的照片。有了這些照片，可就好辦事了。我也知道徐希文肯定咽不下這口氣。很快，我公司的大門口被人潑了紅油漆，想都不用想，我就知道是徐希文做的。我查看了監控，是個高高瘦瘦的男人，戴着棒球帽和口罩，捂得非常嚴實，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來是徐希文的追求者楊浩。我讓張代查了一下楊浩的電話號碼，打通了他的電話。楊浩是吧？我知道。公司門口的紅油漆是你潑的。楊浩愣了一會兒後，支支吾吾地說：什麼油漆？我不知道。說罷，他就要掛了電話。我緩緩開口：就這麼甘願做徐希文的舔狗嗎？他現在有別的男人，不承認你是他的男朋友。楊浩惱羞成怒，電話裡傳來他的一句低罵聲：你不信的話，我給你點照片看看。我把他和梁文洲偷情的照片發給楊浩，楊浩怒吼着罵徐希文是個女騙子，玩弄他的感情。最後，他向我承諾，他會向警方承認他是受徐希文的指使。梁文洲出差回來，聽說公司出事，就趕緊來我辦公室找我。我撲過去，抱上他的手臂，雙眼通紅。老公，我好害怕。
怎麼有人往公司門口潑紅油漆？是不是我在生意場上得罪了什麼人？有人要報復我？”梁文洲撫上我的背，輕聲細語地安慰我：“不是的，肯定是有人惡作劇。保安已經報警了，等下我就去警察局了解一下情況。”我窩在他懷裡點點頭。梁文洲擔心我驚嚇過度，讓我先回家休息。我的車子快到家門口的時候，突然一個人雙手大張，腳像在地上生了根，一動不動，等着我撞過去。我驚呼着踩了剎車，我驚魂未定，捂着胸口，好久沒緩過來。大腦啟動後，我一團火直衝腦門，大聲地朝男人大吼：“你怎麼能衝出來馬路中間？多危險！”男人咧嘴笑着走到我車窗前：“不危險，怎麼能讓秦小姐認識我呢？”秦小姐，想必你收到了那些照片吧？原來她就是給我寄匿名快遞的人。我沒有要下車的意思。你是誰？男人伸出手跟我握手。我是吳燁，是徐希文的前男友。2年前，徐希文勾搭上你老公梁文洲，給我戴了綠帽子，還把我放在他那裡的20萬一起捲走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我在雲城等了他2年，想不到他還敢回來。我冷哼了一聲：“你想報復他？”吳燁點頭：“你不是也想嗎？”我跟他互加了微信，並一致覺得，既然他想和梁文洲舊情復燃，那就讓梁文洲親手把他趕出雲城。梁文洲回到家後，我迫不及待地問他：“警察抓到肇事者沒有？”他見我對這件事非常上心，只得實話跟我說道：“抓到了，是個叫楊浩的男人。”我故作不知情，拉住他的手繼續追問：“我根本不認識叫楊浩的人啊，是不是有人指使他的呀？”梁文洲的臉色不太好看，皺起眉說道：“不是，我問過他了，他說就是心裡不順，想要發洩一下。警察已經決定刑拘他15天了。”梁文洲輕吐出一口氣，掙開我的手，就準備去洗漱。我盯着他的手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他腕上那塊表是我送給他的，除了洗澡，他不曾把它摘下來過。而我已經在手表裡面裝了竊聽器，我隱隱約約聽見他在浴室裡打電話，馬上跑到書房戴上耳機。“你能不能別鬧了？你當初威脅我說給你200萬就再也不回來了，你還回來幹什麼？要是被秦瑤家發現了，我一輩子就毀了。你居然還去指使楊浩報復秦瑤家，楊浩都把你供出來了，派出所都準備判你7天刑拘了。我花了5萬塊才打點好，反正你不准再對秦瑤家動手，不然我絕對不會放過你。警告徐希文別再對我動手。”我巴不得他對我動手。自從那次網上被人避雷，他的餐廳生意已經變得很慘淡了。我又看見有人在某平台上爆料他的餐廳後廚不衛生，甚至使用了很多隔夜食材。這個帖子沒什麼熱度，需要吳燁出馬。吳燁馬不停蹄去他的餐廳用餐，吃完捂着肚子說自己肚子疼，質疑他食材不衛生。吳燁這人是真能處，有瀉藥他真敢吃。徐希文看見吳燁慌亂之後，又立馬恢復鎮定，拉過吳燁暗暗說：“吳燁別搗亂，那20萬我可以還你。”吳燁不吃他這一套，躺在地上打滾，四腳朝天的拼命亂蹬，又好像真的受不了，變成雙腿蜷曲，忍着怕真的發洩。徐希文亂了陣腳，拽着地上的吳燁要他起來。我假裝剛好路過，提出要帶吳燁去醫院，並寬慰吳燁說：“沒事的，我們報食品監督管理局，要是有問題的話，肯定能查出來的。”吳燁的黑眼睛轉了轉，說：“對，我現在就給食品監督管理局打電話。”這事兒可就鬧大了，很多路人都湧入店裡，看着吳燁撒潑打滾，
等待食品監督管理局的到來。不知道是哪個多腳的，也不怕有損公德，竟然踹了一腳吳業的屁股。吳業瞬間化身為噴射戰士，現場臭氣熏天。管理局的人見狀，是要把餐廳清查個底朝天。吳業在地上無助地看着我：“小姐，你是不是要送我去醫院？”我連連擺手：“我還是幫你叫救護車吧。”吳業臉都青了，我甚至覺得他下一秒就要死了。你看我等得到救護車嗎？現場的好心人把吳業弄上我的車，我苦苦哀求：“你能不能趴着呀？這種情況的洗車費很貴。”吳業瞪了我一眼，我飛馳了一半路程，燻的眼淚好像是開了閘的洪水。我立馬停下來，給張代打電話：“限你5分鐘內來把我的車開去醫院，事關人命，出事你負責。”我又折回去餐廳，看見工作人員正在對徐希文大聲呵斥：“這個地方這麼多油漬，每天都沒有做好清潔，這些肉是哪裡來的？產地是哪裡？怎麼就這樣裸露着塞在冰櫃裡？”說完，又不知道從哪掏出來一塊發黑的肉，上面的蒼蠅依依不捨地在孵卵。這就是你們每天烹飪給客人吃的牛肉嗎？立刻回答我，這些肉是哪裡來的？徐希文低着頭躲避鏡頭，支支吾吾地說：“這個肉是昨天跟供貨商拿的進貨單，供貨商的聯繫方式都給我。”徐希文依舊狡辯：“供貨商昨天說他們不做了，我們以後會換一家供貨商的。”圍觀的群眾瞬間發了火：“你把我們當傻子耍是嗎？”我才發現現場已經舉起好多部手機，正在直播。徐希文拿不出來，聲如文瑞地承認，肉是跟供貨商拿的過期肉，供貨商不敢開銷貨單，直播間立馬炸開了。黑心商家，我吃的688一份的牛排，居然都是過期肉。奸商，這過期肉居然敢冒充惠靈頓牛排，罰他個幾十萬，不然我不解氣。食品安全保護法可以賠償3倍。家人們，消費過的現在都去叫他賠錢呀！什麼還可以賠3倍？我可是花了35萬的大客戶呢！我擠進人群，打開我手機裡的消費短信。前段時間我在這裡包場團建，花了我35萬，賠償3倍的話，總共要給我105萬。徐希文的臉沒有一處是不黑的。我添油加醋，現結還是分期？食品監督管理局直接把餐廳停業整頓了。徐希文還要面臨30萬元的罰款，估計重新營業後也不會再有人進去消費了。當初的200萬估計都被徐希文霍光了，我猜他渾身上下都湊不出2萬塊了。我從竊聽器裡聽到徐希文找了梁文洲，他哭哭啼啼地對梁文洲說：“文洲，秦瑤家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陷害我。”梁文洲不耐煩：“他沒那麼閒，他不過是路過救了個人，隨口一提的建議。”哪裡知道人家會真的打電話給食品監督管理局。徐希文不罷休：“文洲，我真的沒錢了，你帶我走，我們離開雲城好不好？你別搞笑了，我們能去哪裡？我不可能跟秦瑤家離婚的。”徐希文摳摳搜搜掏給我100萬，交完30萬罰款後，對我懷恨在心，而我在收到他賠我105萬後，就在公司大樓1樓拉起橫幅，獎勵那天晚上去餐廳吃飯的師傅阿姨們1人2萬塊錢，他們才是真正的勇士。1個月後，我下班準備回家，在車庫準備把車開走，我右腳剛抬起剎車，都還沒踩到油門，車子就不可控地飛了出去，把梁文洲的車撞了個大窟窿。我的頭蹭破點皮，雖然只是一個小傷口，但是血順着臉往下流，
還是讓人覺得非常驚悚。我努力去夠掉到腳邊的手機，沾滿血的手好不容易打開手機鎖屏，連忙給梁文洲打電話：“老公，我出車禍了，在地下車庫，我好疼，我的頭，我的臉都是血。”梁文洲火急火燎地趕到地下車庫，把我從車裡拽了出來，狂吼着張代開車送我去醫院。我一直哭喊着頭疼頭暈，醫生把情況說得很嚴重，說我撞成腦震盪，並且傷口要縫好多針。我摟着梁文洲的腰，放聲大哭地說：“我不要縫針，會留疤的。”梁文洲安撫我說：“醫生的技術非常高超，不要擔心這個問題。”我抹着眼淚問他：“我要是留疤了，你還會愛我嗎？會不會覺得我特別醜？”梁文洲柔聲回答：“當然不會了，我永遠愛你。”我又攥緊他的衣擺：“為什麼我的車會突然失控？肯定是徐熙文，我不小心讓他的餐廳被食品局查封，所以他就要害我，他要我出車禍去死。文洲，你快點報警呀！我差點就要被徐熙文害死了。”梁文洲連聲答應：“好好好，你先聽醫生的話，先把傷口縫上，然後好好休息，我會調查這件事的。”他轉身掏出懷裡的煙盒，離開病房。吳葉正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。梁文洲驅車去找徐熙文，劈頭蓋臉說了徐熙文一頓：“你對秦瑤家的車動手腳了是吧？他出車禍了，他差點就要死了，你知道嗎？”徐熙文聽到後愣了一下，隨後冷哼一聲：“他死了不是更好嗎？你不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他們秦家的遺產了，然後跟我雙宿雙飛？”梁文洲怒氣填胸，抽了徐熙文一巴掌：“你想得美！他爹在世時就一直提防我，他早就讓他立了一份聲明書，如若他遭遇任何不幸，所有的秦家財產都直接捐入基金會，落不到我梁文洲一分錢。”吳葉把這些視頻拿給我看的時候，我忍不住笑出了聲，心裡又暗自慶幸，幸虧爸爸生前為我打點好一切，才沒讓他們這對狗男女成功得逞。我摸摸額上還沒拆線的傷疤：“吳葉，你這下手還真挺狠，要是出點什麼差錯，我可能真連命都沒了。”吳葉自信的雙手托住下巴：“我可是經過精密計算的，車速一點兒也不快，就是委屈你受點傷了。”吳葉原來是一家修車廠的老闆，對我的車搞點小動作根本不在話下。我只要朝着梁文洲車輛的方向撞，再向方向盤一磕，就制造出一場驚心動魄的車禍了。我若有所思地看向吳葉，淡淡開口說：“梁文洲比誰都怕我死了，我不死，他還能在公司裡安心做他的總經理；我死了，他處心積慮跟我結婚，所付出的一切都將成為泡影。”吳葉很快反應過來，所以他不會再放任徐熙文對你動手。我纏住梁文洲，詢問他是否調查清楚是誰對我的車動了手腳。他說不出個所以然，只跟我說：“佳佳，別自己嚇自己，應該就是車子太久沒檢修了，有點小毛病很正常。”我盯着他巧舌如簧的嘴巴：“是不是真的是徐熙文？你是不是故意替他隱瞞？”梁文洲牽住我的手，神情緊張道：“怎麼可能呢？我已經調查清楚了，沒有人對你的車動手腳。你和他同學一場，戕害你的事，他怎麼做得出來？”我雙眼盈滿淚水，原來我一直都錯怪他了。梁文洲重重地呼出一口濁氣：“好了，別想太多了，明明頭上撞的傷只是一個小傷，我卻總覺得最近身體不太得勁。我趁着空閒跑了一趟醫院，才發現我居然已經懷孕2個月了。
我摸着肚子裡還未成型的小生命，我第一次與他產生共鳴。他不應該到這個世界上的。我不想要我的孩子知道，他的父親是一個虛偽無情的男人。然而，我還是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梁文周。結婚這麼久，我第一次看見他這麼毫不遮掩的喜悅。他擁着我大聲歡呼：“我要當爸爸了！我要當爸爸了！”終於是我懷孕的消息讓他決心和徐熙文做個了斷。徐熙文厚着臉皮找上了我，他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妖豔，取而代之的是失業賠錢的狼狽。秦瑤家，文周他根本就不愛你，你不能用孩子來捆綁住他。我冷冷打量他一眼：“你是來跟我承認你跟梁文周有一腿是嗎？”徐熙文什麼也不想隱瞞了：“對，我和他是真心相愛的，你不能阻擋我們。”我被他逗笑了。我從來都沒想過阻擋你們，我巴不得你們在一起。我要讓梁文周淨身出戶，我讓吳曄來接我。徐熙文看到吳曄，驚訝地張開嘴巴，想要說些什麼，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我緩緩開口：“對了，2年前梁文周挪用的200萬是給了你，記得要還給我。”吳曄接話：“還有我的20萬。”徐熙文瘋狂地朝我撲過來，要抓我的臉。你們倆是一夥的，故意害我餐廳被查封，害我賠了一堆錢，我要弄死你們！吳曄擋在我身前，扣住他的手猛地一推，他就跌坐在地上。吳曄把我送到醫院，我決心將這個孩子打掉。吳曄有些不忍，把孩子生下來也行，你也不缺錢養他。我搖搖頭說：“你不懂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滿含着父母恩愛的幸福感降臨在這個世界上。我無法讓他以後面對自己的父親，發現他是一個陰險冷漠的男人。”我虛弱地回到家中，讓張岱給我找了個律師，擬定了離婚協議書，要求梁文周淨身出戶。梁文周得知我打掉了我們的孩子，幾乎喪失了理智，不顧我剛流完產的身體，猩紅的雙眼快把我吞噬。你為什麼要打掉我的孩子？我冷靜地迎上他的雙眼。你出軌了。徐熙文承認了，他要我放過你，成全你們。我同意了。我指了指桌上的離婚協議書，簽完字，我們就沒關係了。梁文周咬牙切齒，抓起離婚協議書，揉爛扔在地上。我不會同意離婚的。我側目而視。那你得去跟我的律師談。門鈴被摁響，不死心的徐熙文還妄想找我談。怒極的梁文周撲倒了徐熙文，紅着眼掐着徐熙文的脖子，快把他的脖子扭斷了。都是你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還逼得秦瑤家要跟我離婚。徐熙文在他的手背留下一道道血痕。他已經打掉了你的孩子，文周，我們可以在一起了。梁文周一股熱血湧上腦門，不知道從哪裡摸過來一把水果刀，徑直捅向了徐熙文的腹部。徐熙文捂住傷口，倒在一片血泊之中。我被眼前的一幕衝擊到，連忙打電話叫救護車。梁文周雙手都是血，雙膝跪在地上，走到我的腳前。佳佳，我們不要離婚，我錯了，我已經殺了徐熙文，他不會再破壞我們倆了。我驚叫着逃離，梁文周在我身後窮追不捨。幸好吳曄來看望我，看見屋子裡這一幕，馬上就把梁文周控制住。救護車和警車很快就趕到，還好徐熙文還有呼吸，醫生馬上把他抬上擔架送到醫院搶救。警察很快就把事情了解了大概。梁文周被捕入獄，我成功和梁文周離了婚，他净身出戶。最終他因為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，而徐熙文重傷被搶救過來後，身體留下嚴重的後遺症，從醫院離開後就回老家了。一場鬧劇結束，
我終於重獲新生，帶着爸爸留給我的希望，踏上新的人生征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